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 我是 Async Talk 主播 Anata。那今天想跟大家去聊一个 Web 开发领域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问题 ，UI 组件。这个话题其实它非常的久了，但是它有什么好聊的吗？我想去聊有几个非常不同的设计。首先来说 ，UI 组件其实它分为了至少有2个时代。那第一个时代从大概我刚入行的时候，2015年左右，那一直到前几年，那这个阶段，大家 UI 组件它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高的提升效率，让我们更快的去完成一些功能。比如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Form 的组件，那 Form 可以非常简单的去搭建很多的一些 Form 表单，因为后台很大程度上是一些 Form 的组合，包括一些 information 的展示。那比如说一些 Alert 组件、Qt 组件这种，一句话来说，就是这个时代的组件它是开箱即用的功能，各个组件之间的竞争状态，也就是比谁的功能多，比谁的 API 比较简单。在这之后兴起了另一种 UI 组件的一种模式，那这种组件就是 headless 的组件。那 headless 组件就是我给你逻辑，但是 UI 你要自己拼。它和之前不一样的点就在于说，它的一个设计思路是和之前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它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在我看来，一方面是 Tailwind，它给前端开发带来了一个设计 design system 的一个概念。那于是说，我们的界面设计它就可以变得更加的模块化，更加的有一个现代的概念。当然，另一个很大的点也在于 React Server Component 的概念。这两派其实我们看起来是在竞争，但其实他们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之前的以 Andy 为主的这样一种 UI 组件库的方式，它其实回答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更快的来去做完一件事情，怎么样更快的来去做交付，怎么样更快的来完成我的业务需求。但新的这套模式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重视这个快的程度。它的一个很大的设计理念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做对的事情，我怎么样去做正确的事情。好，那我们还是一点点来去解释这两个流派，我们更加细节一点。首先是以 Andy 为首的这样一种传统的 UI 组件库的方法，它优点是非常明显的，你完全可以30秒上手，它的文档是很齐全，各种示例也很丰富，它的生态也很成熟。如果大家都是 React 框架10个里面，它8个其实都是拿 Andy 来去拼拼凑凑，稍微改一些 theme 之类的东西。对，大概这个样子。那它的缺点又是什么呢？那首先一点就是，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个是语义化。Andy 它从最开始设计一直到今天的这个版本，当然我也有年头没用了，但是一直到现在的版本，它都是非常的不在乎语义化的。那我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都用过 Tooltip， 那 Tooltip 就是你鼠标 hover 在一个东西上面，有一个内容会展示出来。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解释，就像这样。那在 Andy 的 API 里边，它就是一个 Tooltip 一个 content， 那 content 里边就是写一段内容的 Tooltip 里边 children 包含住的内容的就是它的一个 trigger。它简单吗？确实它很简单，你直接写就可以了，还蛮直观的。但它正确吗？我不觉得，因为 trigger 和它的 content 是完完全全两个东西。那为什么？那这个 trigger 它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表示说它是一个 trigger， 它一句话里面我们是有好几个地方是可以触发不同的 trigger 的。还有就是我们 Tooltip 的层级结构，如果你几个 Tooltip 堆在一起的话，那其实它对于这个语义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就会让人产生疑惑。哦，那我这个秋春里面，那到底什么是 trigger， 什么不是呢？那第二点就是Andy 它其实在 React Server Component 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它是一个非常不适合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几乎所有的组件全部都是 Client Component， 它同时也大量的使用了 JavaScript 非常繁重的一些计算，重在基本上是 Table 以及相关的一些像 Form， 甚至说你的一些 Text 的展示，一些 Alert 信息的展示，它都是 Client Component 的。但是像你知道，它在 Server Component 的时代的话，它会有一些影响 SEO， 所以它并不是太适合这个我们新的 Server Component 的时代。同时，一些这种传统的组件库，它的更新频率并没有那么高。那第三点的话，就是Andy它有一些我不是特别同意。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 CSS， 你可以看到它是在最顶层来去引入一个 CSS 去做的。那这个 CSS 它会导致一方面你 tree checking 是没办法做的，那另一方面它也会导致你这个 global 样式是满天飞，你这个应用可能在一个最外层它有一个 global， 然后在最内层又有一个 global 来去
各种打架。你代码如果只有1万行也许还好，但是你这个代码量如果上去，你这个 global style 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你可能在一个 user profile 页面看起来它正常，但是在另外一个比如说 post detail 的页面它又错了，这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事情。那我相信你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会很能理解。还有一些神奇的挂载点，比如说还是用我们前面 tooltip 来去举例。那 tooltip 我们有一个 trigger， 有一个 content， 那 content 就是用户 hover 到这个内容上面之后，上面会展示什么。这个地方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有好几个层级。那一些层级它也许外层有一个 container 来去包，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 cover 上去展示的内容也许会被隐藏掉。那这个时候你需要用 tooltip 里边的有一个叫 pop-up container 的方法来去让这个 content 强行挂载到一个更顶层的节点。那一般来说就是 document body。那挂载到这它又会损失一些内容。那比如说你鼠标在滑动的时候，它其实没办法滚，因为它的这个挂载点已经从这个 DOM 本身去向上变成了一个 document body。那另外还有像是什么 the index 啊 ，the index 永远是在冲突的。那下面的盖到上面，上面的盖到下面啊，对，我相信大家都有碰到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自定义。其实大家都有一些后台系统，那后台系统用了 OnD，我不是在单纯说 OnD 这一个东西，而是说以 OnD 为首的这样一个 UI 框架，它是很难去对它的样式去做自定义的，因为它里边的 DOM 结构是黑盒。你如果想去改一个，比如说 alert 的颜色，你需要去上层一层一层的拿 CSS 来去选到这个内容，同时你选到这个内容，它在不同的状态，这个 DOM 结构也许是不一样的，前一个版本和后一个版本 DOM 结构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样一层一层的改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操作。对，所以你用这种框架，它的这个自定义程度是非常受限的。其实等于说看起来你是在改一个样式，但实际上你是在和这样框架的作者来去打架。所以你需要用各种不同的 important 的各种神奇的 CSS selector 去选到某一个内容。当然了，这些框架它尝试来去解决问题，就通过一些 config provider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也能看得到收效很有限。好，那过去这样一种比较传统的 UI 组件，它其实本质上它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产物，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长期可维护的一个目标来去做这样一个产品的。你如果业务压力重，那它是在业务压力以及性能的取舍中，你一次一次去选择，我要面向业务，我要把业务做得更快，我要把业务做得更好，来去抛弃掉其他的内容，这是一个这样的选择。那另一方面，下 CN 这一派它是怎么做的呢？它的核心理念就是，我们不再把 UI 库作为一个 dependency， 而是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的代码，然后 copy paste， 你是 on 这些代码的，你可以任意的修改，你想怎么调整都随你。它是跟着项目来的，你的自由化程度是非常高的。那相对应前面的传统的 UI 框架来说，它解决了很多问题。那首先第一点，它的语义化程度非常高，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 sensibility 的一些改变会挂载在 DOM 上面，然后让 screen render 它可以去让那些屏幕阅读器来去正确理解说这个模块到底是干什么的。那它的自定义程度当然是更高的，因为你是可以拥有这些代码，它只是把这些代码从您的库里边来去复制粘贴到你自己的代码里边，然后你拥有所有的内容。同时它也是 React Server Component 友好的，因为你有这些代码了，它的大多数组件它其实也没有去强行的去写 use client 还是 use server。你在一些只读的组件也是可以直接来去用这样的展示组件的，它还是一个 Server Component 的概念。那同样的，它也没有版本升级的地位。因为它都已经进你代码了，你也没什么升级的调整，你只需要去升级它底下的一些依赖的库，比如 Redux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逻辑上面的内容。当然它也有不完美，那也同样是对应前面的传统的 UI 框架组件，它首先是上手成本高，你需要先理解 Tailwind， 就是你的代码量会比较长。它为了语义化，它把你的组件拆成好几个部分，就像 tooltip 在传统组件里面它只是一个 tooltip 组件，但是在下 CN 这样的框架里面，它是分了好几层的，它分别有 root、有 content、trigger，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 permit 理念。就总的来说，它的 API 设计上是要比原先的传统框架是要复杂一些的，因为它是复制一份代码，所以这个心智负担其实也是存在的。
OK，那我们前面提到了传统的 UI 库，那它有较低的上手门槛，但是它的可维护性和正确性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好的。那另一方面又去聊了一些下载 CN，它和前面的刚好相反了。那它有更好的性能，以及有更正确的语义，但是它的上手难度又稍微略高一些。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接下来是我自己的想法。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个人写的一些项目都是自己去生成的 UI 框架，因为在我看来，这个 AI 时代，你写代码的成本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了，你不再去需要用一套非常完整的所谓的企业级框架来去限制你自己，而是说你完全可以去靠 AI 去生成你所需要的组件，然后把那些你不需要的组件全部扔掉。那另一方面，我们的基础的 Headless 的组件，Headless 的一些 library 它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比如说，你如果用 Qt，你可以看到市面上有叫 Floating UI 的 library，它已经做的非常的完善了。它在各个框上底下，它的逻辑都处理的非常好。它有正确的 offset，它有一些可以让你自定义程度非常高的一些样式、一些逻辑。它甚至可以说你 Qt 展示在一个完全虚拟的结构上面，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写 UI 框架库的成本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了。那你自己去维护靠 AI 来去生成 UI 框架库，它有几个非常好的点。首先是品牌一致性，这个库完全是你自己设计的，所以你既不受限于 OnD 的这样一种传统样式，你同样也不受限于下 CN 这样一种它内部的调 Win 的这样一种结构的限制，你是有更大的自由度的，因为你完全 own 这些代码，你只要需要去告诉 AI 说这个地方给我改改就可以了。那另一方面，性能也是够，像 Redux，它性能不错，但是它仍然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但如果说这个代码完全是你的，对于你来说，它的性能是可以更好的，因为你可以抛弃掉很多其他你不需要的功能。那眼镜是自由的，因为你产品如果要变，你只要告诉 AI 让它去改一些这种组件库就可以了。那它有没有成本呢？有，它的唯一成本就是你的个人的开发成本。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有 AI 工具来去写代码，我觉得这个成本已经压得非常低了，它只是略高于 OnD 这样的开发成本一丁点而已。也许只要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去写一个非常可用的一个 UI 框架了，可用的这样一个 UI 组件了。同时，你的自定义程度也是最高的。接下来还是来去说一说，如果你是一个一次性的后台，而且它是内部工具，然后对自定义程度也不高，只是一个凑合能用的东西，那你去拿 OnD 或者说像 Material UI 这样的 UI 组件库来去做，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它可以很快的帮你来去解决问题，很快的帮你去完成你想要的功能。如果你项目是稍微大一点的，对于这个正确性以及 AI friendly 要求是比较高的，那其实我会更加推荐你去通过下载来去拼接自己的 UI 库，那甚至说完全抛弃掉 UI 库来去通过 AI 来自己去生成，这个也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更推荐你自己去靠 AI 做一些 UI 库，它会更适合你的项目。OK。UI 框架在过去10年，它也许是一个最优解，它能快速的帮你来去完成很多的内容。但是在下一个10年，也许下一个3年5年吧，那我认为你自己靠 AI 来去协作完成的 UI 库，也许是一个更加正确的选择。那观众朋友们，你是怎么看的？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也欢迎转发给你的朋友看他们的看法。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